两个小朋友享受这么大的广场，彩虹果做的饮料，第一次尝。不敢。前面就是河曲县县城了，右手边还是黄河。河曲县这个位置就非常特别，它是黄河拐弯的那个位置，然后河对岸就是陕西，河北边就是内蒙。前呢，这个走西口就是从河曲这边出发的，这河曲县的这个县中心应该就是叫西口镇，人口也不多，12万人，比昨天的那个天干镇人要多一点。整体经济还不错，它的人均 GDP 其实是比较高的，可能也是它的这个关爱的这种位置比较特别，它的商贸流通啊、交通，自古以来是一个聚集点啊，那商业这块相对来说更繁荣一些。县城的这个绿化交通路面都还不错，公交车站做的都挺别致的。对吧？它这个基建真的不错，这适合自驾过来玩。酸酸甜甜真好吃，停在河曲的林域公园旁边，去里面溜达一下。确实配套很不错。我也说一下河曲县的这个感受啊，它这边呢就是基建很好，市区内有几个公园吧，都不错，但其实都是新建的啊。其实像这些新的建筑，其实我不太喜欢逛，但是确实它这个县吧，应该还挺有实力的，对吧？修了这么多好看的公园，我觉得也记录一下，而且它这个公园，为什么我导航到这个公园呢？叫林域公园，这个域字呢，就是河拐弯的地方，其实也是在九曲黄河，它在这个公园这位置也是一个弯儿啊，所以叫林域公园。面积很大，没什么人，是一个比较大的市民公园。两个小朋友享受这么大的广场，太爽了。这个也是新修的，看这个漆就能知道，叫玉什么楼，看不太清。我想登上去可能能看见黄河。因为河曲县呢，它是走西口的一个出发地，所以它有这个西口文化。每年的中元节就7月15，它这个地方会有灯会，就沿着黄河去放河灯，有这个传统。所以其实来的不是时候，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来会更热闹吧。迎喜早晨，没有人。纵览九曲，玉什么楼？玉溪楼吗？好像是。河曲县它虽然人口不多，但它的人均 GDP 很高，它在全国都能靠前的。我说人均这一块，它的主要产业呢，来的时候我经过了有几个化工厂，但我觉得可能是商贸会好一些，因为它这个位置确实很重要，3省交界，而且现在还有这种保护黄河文化的一个政策的利好吧。我觉得它这一块确实是政策红利也比较多。看就是沿着黄河边上比较醒目的位置，也有这个黄河保护的展览，这个应该是整个黄河流域一系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主题的。原因就不说了，原因还是国家大力支持。所以从偏关县过来呢，这种感受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偏关县它是一个山地的小县城，然后河曲县它是一个河流交汇的地方。偏关县的经济实力会属于山西偏弱的位置，然后河曲县的整体这一块会属于山西偏靠前的位置。我说人均所以包括这个城市风貌，会能感觉到这种差异。但我个人觉得，其实经济实力这块，你包括地方的GDP 人均的这一块，
我们很习惯去用这些标准去评判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弱化一下，因为每个地方的环境、风貌、特色都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山地的区域，如果你考量它的 GDP， 它永远是不如一些平原、沿河、沿海的区域。但是呢，它会有很多特别的，比如说气候、环境，然后一些山地的文旅的一些特色，对吧？所以还是因地制宜去发展吧。你永远去考虑 GDP， 它永远是一个偏工商业这块优先级放在前面。所以我觉得对吧？两个地方有差异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同的特色。前2天在内蒙的时候，别说草了，树都快没叶子了。然后到山西这边河曲县这块，你看草还很丰茂，然后气候呢也很宜人。像我今天已经把这个冲锋衣保温层都脱掉了，就是一个秋天的装束，然后现在都还很舒服。确实它距离没有多少，但是隔了一个山脉作为屏障，整个气候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气候温和了很多。这边的工厂呢，应该就是我来的时候路过的化工厂，可能也是本地一些比较重要的企业支柱的产业吧。大爷您好，您是本地的吗？我想问一下，河曲县它主要的那个经济是哪块啊？它是工业吗？还是河小，经济不行，经济不行，都是贫困区但是人口也不多嘛，一共十几万人吗，14万人。刚问大爷，大爷说河曲的经济他也觉得不太行他个人也偏消极，但确实河曲的人均 GDP 算很高的，在山西算很高的。阳光真的很好，我估计今天的那个皮卡房车能发好多电。然后现在呢，就是去它的西口古渡，也就是走西口的西口。河曲县这个路确实修得不错，很方便。从这个公园到那个公园也就是不到10分钟。现在又来到河曲县的这个西口古渡。也是黄河，河对岸就是陕西了，这边是山西。因为山西、陕西就是以黄河为界嘛，这一块就是山西的西北角。这边是个古戏台，在山西开这一路呢，看见好几个戏楼了，好几个古戏台都看到了。然后包括它这边新修的广场也是预留了这个戏台。山西这边对这个戏曲还是挺热衷的，我感觉。相比于内蒙、河北，我感觉这个戏楼的这个密度会高一些。西口古渡口，这也再说一下走西口它是怎么来的呢？就西口，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就清朝呢，清朝其实很长时间是对内蒙，包括蒙古这个区域，它是封关的，普通老百姓活动区全是在黄河以内。后来是在应该是康熙年间吧，把那个蒙禁给放开了。当时是那个鄂尔多斯那边的一些官员建议说这个对吧，这么好的土地，这么好的什么对吧，没人来开发也不行，所以那时候康熙那会儿就给蒙禁放开了。所以后来包括内蒙的几个城市，偏漠南的几个城市，包头、呼和浩特，然后还有鄂尔多斯，对吧？很多人都是走西口出来的。走西口呢，就是山西这边，因为也有几条河是顺流而下就到黄河嘛，跨过黄河就是这个陕西内蒙所以很多人是走西口去的蒙古，去的陕西，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西口包括河曲这个地方也算是对于中国北方的民族交融做了不少贡献的。这餐馆人还挺火爆，现在快2点了，刚才还有人排队呢。这个是河曲的特产是吧？河曲县海红爽饮料，海红果做的饮料。
嗯，第一次尝。它这个喝起来有点像苹果汁，是不是？前面了，甜甜的苹果汁。这是属于上一代饮料的味道。我见到不好看。凉菜。好坡山羊肉、油面、小凉菜、海虹面，还是比较嫩的这种。吃了一大盆山羊肉、油面，吃光了。碳水加肥肉。现在确实这几天呢，经常是吃完饭吧，就又坐车开车就坐一下午。这个确实得控制体重，控制这个热量摄入和这个消耗。回去你量量体重，这个。我不敢。我一天饿1个礼拜再上。说不吃碳水，昨天又买一堆面包。今天早上就吃了2个。幸福的黄河边的小城。从河曲线出来，继续往西往南走。下一站是山西的保德县，还有陕西的府谷县，它们两个是隔着黄河相望的紧挨着的2个县城。